大家好，这里是毛怪先生。今天呢，我们放过策划啥的，讲一个有趣的话题：办公室恋情。只要呢你混在江湖职场，办公室恋情或多或少呢都会在你身边出现。也许呢是你身边的同事身陷囹圄，甚至呢是你自己想不开往火坑里跳。但办公室恋情呢总会带来一些麻烦，因为呢随着热情褪去，必然会有一些小矛盾发生。如果你俩还在一个组，那么你就等着瞧吧。知道我为什么说的这么身临其境吗？今天呢，我就讲几个有趣的办公室恋情的故事。在故事开始之前呢，请给毛怪先生点个赞，订阅一下毛怪先生，不用点开小铃铛。好了，首先声明呢，为了避免当事人上门砸玻璃，本期所有的故事和人物都是瞎编的真实故事。下面我来讲第一个故事。小两口霸占会议室，歇斯底里，声泪俱下。这是我曾经就职的一家公司里，上午9点30分，大部分社畜呢已经在工位就位，打开电影或者游戏，准备呢在工作前再干点正事儿。突然呢就听到旁边的会议室里一个女孩的哭声，开始是小声的抽泣，时不时还说几句，听不清楚，但明显呢能听出来是抱怨和委屈。女孩子在公司因为工作哭，我倒是也见过，但这个情绪听起来肯定不是工作上的事儿，这根本呢就是小情侣闹别扭。我知道附近的项目组是有一对小情侣，他们也经常成双成对的在一起。我一听这女孩的声音，没跑了，肯定是这一对儿。别问我为啥知道。办公室玻璃下半部分呢透明的，一看4条腿，那肯定是2个人。从这小女孩开始哭的那一刻，整整一上午就没停过。而大家办公的地方呢，离会议室也不远，也就2-3米。这丫头从开始的抽泣，逐渐变成了歇斯底里的大哭大叫，并伴随着大声的斥责，中间呢夹杂着男生的一些平静论述，估计呢是在心平气和的讲道理。当然了，但凡是过来人都知道，那个时候讲道理是个什么结果。随之而来呢，就是女生更加声嘶力竭的哭闹。相信男生在这种时候呢也很无奈，因为他肯定也知道旁边的人都能听到，但他也没什么办法能让女孩停下来。不过呢，大家都很给面子，没有人不识趣的去敲门相劝，因为呢，但凡有点情商的人都不会在这个时候进去找别扭。虽然有点影响工作，不过呢，他们吵架也带来了额外的好处。平时上午呢，都是策划与产品经理到处乱窜，给美术和程序添堵的活跃时刻。因为今天这个突发事件，这几个策划都出乎意料的老实，坐在自己的窝上一动也不动，和大家一起聆听着天籁之音。当然了，对我们来说是天籁之音，估计策划听起来也挺烦的。这种嘶吼呢，一般不会持续太长时间，因为女孩子的体力呢，并不能让她们长时间保持战斗状态。随之而来的呢，就是断断续续的啜泣，时而悠扬婉转，时而铿锵有力。对男生的指责呢，也是字字珠玑，有理有据。对，女孩子是可以讲理的。男生啊，注意什么都别说，上去抱一下就完事儿了。随着战争的退去，小两口呢在众目睽睽的旁光之下走出了会议室。此时呢正是午饭时间，一个完美的半天结束了，希望他们下次继续。这就是办公室恋情的最大弊端，没事是没事，一旦有事呢，不但影响自己，还影响团队。有的公司呢明文规定禁止公司内谈恋爱。从公司角度讲呢，虽然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我一直认为呢，公司没有权利管员工的私生活。所以呢，我只是奉劝各位，在开展办公室恋情之前，想好后路和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后果，尽量低调一些。我举个有趣的例子，我曾经呢在一家公司，晚上加班的时候呢，公司里还剩一个小妹子。那时候我年轻气盛，招猫递狗，过去呢就跟小女孩聊天。聊得天花乱坠的时候，公司的一位高管过来对小姑娘说：“走，回家了。”顿时留下我在风中凌乱。而这个公司明文规定过，禁止在公司内谈恋爱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时候他俩婚都结完了。当时这位大佬呢，分明是看我不爽很久了。虽然呢碰了一鼻子灰，不过呢不要小瞧你们老师啊。下面我就讲讲本人民教师
被表白的经验过程。一日呢，还是在加班途中，一个 QQ 消息发过来，一句话：老师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我一看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，在我激动的还没来得及打字问你是谁的时候，对方紧接着一句话发过来：我是男的。你知道当时我什么感觉？就好像你中了100万，到了兑奖处发现彩票丢了。大哥，您就算对我表白，这2句话的顺序您调整一下，对我心里造成的冲击也不会那么大呀。当时呢，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回啥。我想过10000种被别人表白的情景，也没想到是这种情况。最后呢，只能回一句：我结婚了。他说呢，喜欢我很久了，就是想告诉我，还劝我别多想。他也没想有什么结果。我只能说呢，祝你幸福啥的。好在呢，最终我也不知道这位大哥是谁。老师呢，希望你现在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。好了，这就是有关办公室恋情的各种酸甜苦辣，也祝愿呢大家能有一个好的归宿。订阅毛怪先生，下次呢我讲一个小美女搞得整个公司天翻地覆的故事。好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订阅毛怪先生，我们下次再见。